安妮频道的大家好，那我身后是鸿海的展示的摊位哦。那不好意思，因为在里面他们有播放影片的声音跟音乐太大声了，所以我怕我等一下这样收音不够好。那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呢，已经看完了这一次在鸿海展会里面的 Model B、北美版的 Model C， 还有上一次的南港展览馆里面的内容哦。Model D 整体来说的话呢，这3台啊，除了 Model D 目前的状况是属于招商车之外 ，Model B跟 Model C 呢，这2台车款目前应该都是属于准量产的版本了，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这台鼠尾草绿的颜色呢 ，Sega Green， 它就是属于正式要做招商的一个车辆。今天参加了鸿海的活动，我觉得很酷，请到整体设计的氛围的设计师呢，跟我们讲解一下 Model B 它的一个布局哦，它是用什么样的一个设计语汇跟概念去完成它整体的内装跟设计的。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有一个很直接的感受，就是在于大部分我们在看车子的设计的时候，大部分都会看它的功能啊，它的实用性啊，比如说我坐进去车内的时候，我感受一下，摸一下它的材质，跟感受到它里面东西的内容呢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设计，好，或者是说，比如说我就会注意它的功能，比如说它的左边的门有什么按钮，右边的门有什么按钮。其实整体来说，我们一台车看到它的外观会吸引人，还有它的内装会吸引人，它是需要一个整体设计跟语汇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呢，整个 Model B 的设计语汇的内容就在讲解这些事情，告诉我们说他们怎么样从材质、从颜色，还有整体的设计呢，合并成一个让人家觉得很吸引人，看到会想要一个设计哦。我这边大家先讲一下，因为这个 Model B 量产车呢，我已经在里面稍微乘坐了一下。环景的一个内容哦，前方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小萤幕的显示，其实它比 N7 小蛮多，我觉得它只要显示必要资讯就可以。但是因为它这样，如果我在使用的时候，它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视野。整体来讲，我觉得其实这个角度是 OK 的。那再我就是要说句很真格的话呢，噔噔，萤幕，我觉得这个横的萤幕。这样就对啦。我们在看前方的萤幕的时候，其实这个高度啊，跟使用的时候是真的是比较好的。它如果按 Eco、Comfort 跟 Sport 的话呢，颜色的气氛都会跟着做改变。这个的话一样，它是可以去做旋转的，跟之前的界面看到的东西内容是一样的。那这一块的内 N7， 我觉得其实是直接搬过去的。但我觉得它有一个好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你看这边有实体的按键，以前 N7 的时候这一块没有做，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要找，你可能要在头顶上找，或找其他地方，那就会没那么方便。那它现在这边的话是加2个 Type C， 我觉得2个 C 其实比较好用，因为 N7 它原本的设计是一个 A 一个 C， 那我其实比较喜欢2个 C 的界面。再看到中控的扶手，这个是杯架的，其实以这个杯架来看的话，我就是觉得还蛮不错的。那我们看一下中央的部分，中央部分也是很深。我现在坐的这个座椅啊，它其实蛮舒服的，它的发泡的软度我还自己蛮喜欢的。整体来说的话，这个轴距是非常够用的哦，因为我身高177公分，我坐进来里面，其实后座来说的话，这边没有不舒服的感觉。那我把它坐正之后呢，基本上呢后座我觉得支撑度也都还 OK。它的这个泡棉算很好做的，我不知道说在 Model B 上面的它整个的座椅是不是有做调整。它的中央啊有做一个这个可以穿透到后车厢的部分的底板，这样如果说你有比较长的物件，就可以直接穿越。我觉得这个功能是非常实用，而且是需要的哦。这个有加分。整体来说的话呢，我自己很喜欢的它的环景气氛灯，它整个环景气氛灯呢是延伸到后排的地方哦，不管是前座后座呢，整体来说都会被环绕住。Model B 的车格，它要坐4个大人是没有问题的。后面3排的座椅的话，它中间的位置也不会到过分的窄。所以基本上，如果短距离坐5个人，我觉得是没有太大什么的问题。打开它的后车厢呢，基本上呢，下面的那个饰板的部分啊，就跟现在的 N7 有点像。其实基本上，只要未来它的实际上的车子呢是有做一些隔板或隔间的话，我觉得空间利用率会更好。下排的地方呢，也有一些紧急工具跟一些比如说打气的填充用具工具包的地方。那它倒平的时候呢，基本上也是完全平整的。所以这部分我觉得，如果说你是前面2个人，然后后面的空间要留足够的地方去做载货，我觉得 Model B 也没有太大的问题。那再来的话呢，我就要讲到它的车舱的整个的一个氛围跟设计。今天展示的车辆呢，它并没有黑内装的部分哦，但是在解说的时候有讲到黑内装的部分。它像 Performance 的地方呢，会有红色的缝线，加上红色的安全带，去点缀动感的一个性能。一般来讲的话，它是用黑色木纹的饰板，再加上黑色的皮椅的设计哦。那我看到的话，前后座的部分呢，都有含
通风的座椅，所以基本上呢，这个整体的设计来说的话呢，整体的环舱包含像气氛灯的一个氛围，像它中央15.6寸的萤幕下方呢，也加入实体按钮，有很多的一些功能，可能蛮多的车主觉得说，进去里面的分层选单啊，再去做点选的时候呢，会比较麻烦。他们把实体按键做回来了，这个冷气的空调的界面呢，就跟特斯拉我觉得有点像。那我觉得逻辑啊，其实来说的话呢，都非常的像。整个在里面的座舱跟氛围感呢，我觉得兼具科技、兼具简约跟兼具现代一个设计。整个 Model B 如果未来它的生产版本的车子跟这个很像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内装上面来看的话呢，我个人觉得我可以还蛮高的分数。再的话，我就要讲一下 Model C 的部分，因为 Model C 啊，它整体来说的话呢，它就是把 Model B 的设计呢拉到 Model C 上面去。北美版 Model C 的话呢，它就没有做环景灯的一个设计哦，就跟现在亮点版的 Model C 是不太一样的。那我觉得如果有环景的话会更棒。前方有这个这就是那个红外线侦测用的东西，其实在福斯的地方也会有。那这应该是在侦测疲劳或是在驾驶进程的一个反应哦。那这边的整体的内装啊，还有它的一个界面跟设计的话呢，我觉得这是比较简洁啦。这可能跟 Model B 来讲，因为 Model B 刚刚的那个版本啊，是很接近现在 N7 量产。那这个可能是新一代的，因为跟我看到的那个 Model B 的部分不太一样。那我们一样看到这边，你看它下方的时候呢，把一些就是功能键都放在这里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可能是对应这每个按键的时候去做的一个使用，包含像温度啊，然后还有导航啊，或是其他东西的界面。AVN 什么环境？哦，这个界面的话就跟那个也是一样的哦，它一样有 Bird View 的一个底盘透视的一个功能在里面，然后整体的话就是皮质的塑料跟其他东西都是有啊。这个手套箱跟 N7 的是一样的，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特别的。那这个地方我刚刚看到跟 Model B 是一样的，那看起来应该也是留2个 Type C， 对，不过因为在太下面，所以这边到时候如果是在这里的话，我不知道之后会不会撞到，因为这边其实是蛮里面的哦，所以我还不确定。那这个东西的杯架其实是跟刚刚的 Model B 是几乎完全一致的，所以它等于是把 Model B 的这个设计一起拿过来，去掉了环景的气氛灯。除了环景气氛灯之外的话呢，还有中间的萤幕它是直立的哦。我刚刚看到北美版的 Model C 呢，我觉得有个地方是一个蛮直接感受到可能是一个缺点。就是它的直立萤幕，它会挡到下方的 USB-C 的充电的口，变成是你要用 L 型的 USB 充电线才有办法充电。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有点可惜。如果未来假设北美版的 Model C 有机会在台湾上市的话，其实我真的蛮强烈建议，因为我觉得它整个空间跟车舱的布局啊，其实呢都跟 Model B 现在的这个设计是很接近的。那不如就把萤幕改成横式的吧。我觉得是横式，而且是环舱的气氛灯的设计啊，可能会比现在直立的还要更好。哦，对了，要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一次的 Model C 的北美版跟 Model B 啊，它的充电盖啊都是用电动的，这一点真的要拍手。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我常常有时候充电真的自己没有注意到，旁边骑欧多拜那个阿北会骑过来说：“笑人呢，你的充电盖没有关哦。”就是因为它如果不是电动，有些时候我们手动在按压的时候没有注意到，的确是没有关好。的那个设计的时候呢，当你打低档速度大概20以上，其实会跟特斯拉一样，它会自动回收把它盖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充电盖的设计改成用电动的方式是比较聪明的方式啦。其实这个设计呢，我自己也比较喜欢。最后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Model D 了。Model D 呢，其实是我自己啊本身非常期待的一台车子哦，因为其实以电动车的 MPV 的7人座的一个车子，不管是你是对标像 Kia 的 Carnival， 或是像是 Odyssey， 然后或者像是目前市面上有的 ID. Buzz 啊，我觉得 Model D 呢，其实它在正7人座的这个设定来说，而且还要有包含有 OTA 来讲的话呢 ，Model D 的产品整理会非常好。那因为它现在就是整个展示的部分是属于招商车嘛，所以它所有的一些设计的语汇，然后还有它的整个的用的东西的料，应该是属于它最高阶的版本。但我当然相信它如果未来说有这个入门版的话呢，不晓得有没有机会，就是一样是做223。中间可能不是用这种总裁的位置，那可以用一般的座位之外，中间可以留一些走道。那对于我觉得家庭的使用户来讲的话，更有弹性。那我觉得呢，因为我今天有看到它的第3排那个座椅啊有立起来，我们是没办法进去乘坐啦。但看起来呢，这个座椅啊改善起来，第3排要直接去坐成人，绝对是没有问题的。那这样它的如果预留的空间也够，因为它的车长来到了5米以上，5米以上的车子呢，中间第3排的地方它所留的空间如果够的话，我相信这个223再带上电动滑门的这个设计啊，
会是在这个 NPB 的市场里面会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震撼弹。第3排的那个座椅的机构它跟小鹏 X9，就是我之前影片有讲到，小鹏它很像，它是往前倒再往后倒之后呢，它是可以全平整的。那当然现场今天的话呢，工作人员是没有让我直接看到后面这个平整的部分，但我有稍微去问了一下。工作人员说，是不是这个下面的地方是完全平整的？他说是的哦。哇，那我就很期待。如果假设它可以解决刚刚提到的问题，比如说第一个，它的座椅在翻折下来之后，它的平整性可以让后面的放的这个空间能够达到最大。然后再第3排它折起来之后呢，就是从保杆下方的那个凹槽哦，后面还有一个深度的话呢，基本上你要放2卡直立的30寸行李箱是没有问题的哦。加上还有前备箱，不过因为今天的展车呢没有开前备箱给我们看，不知道说前备箱的情况是怎么样。总而言之，我觉得如果 Model D 持续的在细节、UI 设计上能够再做一些精进，包含像是他说，如果它的前后的萤幕啦，鸿海啊，他们现在做的招商车呢，都有很多的可能会根据未来的客户或是内部讨论的时候呢，会做一些改变跟一些设计。所以如果说它的前后的萤幕可以联动，然后保留了娱乐系统，那包含像是比如说 Netflix 啊，或是 YouTube 啊、Disney Plus 呢，可以上车的话，我相信那个后面那2个很大的平板啊，真的会有很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如果你后面是载2个小朋友的时候，而第3排又可以保留最大的弹性，让全家一起出游的时候的移动能够变得更好。就像他在招商车上面提到，还有含气压悬吊，还有一些新的科技，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加到像是特斯拉的 Steer by Wire， 哇，那我觉得就会整个科技大满配诶。只是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设计来讲的话，这个成本或者说整体的设计的车交量要多少，其实到现在鸿海啊的摊位呢也没办法给一个很确定的答案。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嘛，大家都会更期待有更好、更优秀的设计，你说是不是呢？留言可以告诉我说，你觉得对于 Model B、Model C、Model D， 你有没有比较期待的地方，或是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在我们影片后面留言告诉我们哦。那我是瑞奇，这部影片拍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今天来这个展真的很开心的，因为我有跟到鸿华的一些人啊，然后讨论到一些事情，他们居然告诉我说他看过我们的影片呢，好害羞哦，被关注的感觉，觉得很不可思议。想不到摊位的时候，他直接叫出我们频道的名字，我都觉得实在是与有荣焉。那他说他们是很愿意去倾听消费者的各式各样的声音，所以大家如果你对现在的 N7 之后要上市的 N5啊有任何的想法，真的不要吝啬的出来，可能在摊位这边给予现场工作人员一些建议哦。那当然啦，我自己的私心的许愿呢，当然就是 Model D 啊，因为这个蒸汽人做的绝对是我的口袋名单，会好好去看的车子。那我们就期待接下来 Model B 它的正式量产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版本吧。